大家好，我是史蒂芬。你如果已经看过了我之前增肌减脂过程的影片，你就会知道我达到我目前的身材，其实中间有增肌减脂过很多次了。而我可以非常诚实的告诉你，在我那些所有的减脂过程中，我几乎每一天或每周都还是会吃我爱吃的食物，像是抹茶冰淇淋、蛋饼、各种外卖、炼奶炸馒头、麦当劳、日式火锅和日式料理等等等，我都还是吃得很爽的。如果我把我的减脂每天的饮食内容列出来给你们看的话，平均下来大概只有60%到70%左右的时候，我是照着所谓的健康饮食原则，像是要多吃原型食物，少吃加工食物，少吃不好的油脂等等。剩下30%到40%的时候，我都是挑我想吃的东西去吃的。所以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好身材和美食是可以同时享有的。而接下来我就要一步一步教你们怎么找到专属于你，让自己又能吃想吃的美食，又能长期健康、舒服、快乐，并保持好身材的弹性增肌减脂饮食方式。很多人一想要减肥，脑袋里就跑出各种不能吃的东西，各种饮食法，要做各种有氧运动和训练。但是我在前一个影片里面说过，只要你可以达到热量赤字，就是你每天的总热量消耗量大于摄取量的话，你的体重就会下降。而要创造热量赤字这件事有多简单？其实只要单纯的减少一点，你每天每餐吃的任何有热量的食物的量就好了，你就会瘦了，根本不用额外用特别的饮食法或做有氧运动。举个例子，如果你现在的体重基本上没有变化，而你每天的饮食内容里每餐都会吃一个拳头大小的饭，或是肉，或是面包，那你只要有1到2餐，或是每餐都把这个饭或肉的量减掉1/4或1/3，并持续个几天，你的体重就会开始下降了。减肥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不要再被各种说法搞复杂了。一个好的减肥饮食规划，除了会帮你达到热量赤字以外，它一定要是你可以长久健康舒服执行的。当你尝试一个新的饮食计划的时候，你一定要问你自己，能不能好几年甚至几十年都可以健康舒服快乐这样吃。如果你觉得不行的话，你就需要找方法调整一个可以让你瘦很快的饮食方法，但是你执行起来却很痛苦，需要用非常多的意志力的话，你会放弃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因为我们的意志力其实像一个充电电池一样，如果你用完了却不充电的话，你可能很快就会放弃，甚至出现生理、心理或社交上的问题，像是暴食症或是厌食症。除非你有个短暂的目标，需要在短时间里降低体重，像是要结婚、拍照，或是夏天到了要去海边玩，想要穿泳装的时候好看，那你是可以尝试比较激进的减肥饮食方式，强迫自己在短时间内降低很多体重。但是你一定要记住，这不会是一个可以长久执行的方式。所以现在大家知道了一个好的减肥饮食方式的2个最大原则，就是热量赤字和可持续性。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照着这2个原则来一步一步调整你的减肥饮食。第一，首先你要记下你每天吃的所有的食物内容和量，建议用拍照的方式来记录会简单很多。第二，再来你要记下你每天的体重，量体重的时间最好是在每天早上刚起床小便完之后，还没喝水和进食前的时候量，因为这时候体重是最不会被吃喝进去的食物所影响的。第三，然后用大概1周的时间来观察你目前的饮食内容造成的体重变化是怎么样。如果体重会增加的话，那你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让体重不要继续增加。如果体重持平的话，那目标就是要让体重开始下降。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从你的饮食内容里来简单创造热量赤字。第四，首先你要尽量保留高蛋白质类的食物，例如蛋、奶、鱼、豆、各类瘦肉和海鲜，还有保留蔬菜和没有热量的食物或饮料，像是黑咖啡和无糖茶。第五，再来你看看有没有你觉得对你的身体运作、情绪和生活方式没有什么影响的食物，减少这些食物吃的频率或量，或是不吃。如果可以减少零食，像是饼干、洋芋片、可乐、糖果、蛋糕、巧克力棒等等的食物，那更好，要不然就先留着吧。第六，接下来自己选择1到2餐，或是每餐减少1/4到1/3的碳水化合物类食物，或是脂肪类的食物。碳水化合物类的食物，例如饭、面、面包、马铃薯、地瓜和糖的用量，
而脂肪类的食物，例如肉的皮、沙拉酱、美乃滋，还有做菜时用的油的量，或者你也可以2种类的食物都减少一点。但是我不建议完全不吃碳水化合物或是脂肪类的食物，因为它们对正常的身体机能运作和情绪调节都是很重要的。另外，如果你吃的东西很多都是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都混在一起的食物，那你就直接减少吃的食物的总量就好了。例如，你早餐通常都是吃1个蛋饼或是1个三明治，那你就直接减少1/4或是1/3的蛋饼或是三明治就好了。第7，然后再用1周到2周的时间执行这个调整过的饮食内容，并持续观察你的体重有没有开始慢慢下降。如果过了1到2周体重都没有变化的话，那就把前面的步骤再做一次，看看你每天吃的东西里面有没有你觉得可以再减少或是不吃的，并且上网搜寻和检查食品标示，重新检查一下所有食物内容，看看有没有你以为没有热量的食物，但其实是有热量的。第8，当你已经有办法从你目前的饮食内容中创造热量赤字，并且体重有开始下降之后，我们就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的感觉、情绪、生活方式和健身目标来调整替换这个饮食的内容，来达到可持续性。打个比方，你很喜欢喝珍珠奶茶，它是你生活里很重要的快乐来源之一。你原本每天都至少要喝1杯，但是你为了创造热量赤字，所以你减成每隔2天才喝1杯，而你的体重也因为这样成功下降了。但是你还是希望可以恢复每天都喝1杯的频率，所以这时我们就可以做实验，来看看我们能不能减掉其他食物的量，来创造热量空间给每天1杯珍珠奶茶。你可以先把频率加到每隔1天喝1杯，观察1到2周你的体重变化。如果体重还是会下降的话，那恭喜你，你不用减其他食物的量。如果体重变成持平或是开始增加，那你就要看看你能不能减掉其他食物的量，来让你再次回到热量赤字的状态。现在我们知道了如何弹性调整饮食内容和自由控制体重，但是对于长期维持健康和身材保持上，在替换食物内容的时候，最好尽量遵守我接下来的5个建议。第1，慢慢把加工食品替换成更多原型食物。原型食物就是你看得出它原本长什么样子的食物，像是蔬菜、鸡胸肉、坚果、鸡蛋等等。而加工食品就是你看不太出它原本长什么样子的食物，像是饼干、洋芋片、可乐、糖果、蛋糕、巧克力棒等等。同样体积下，原型食物通常热量低很多，而且饱足感强很多，有更多的蛋白质和纤维，也还有更多的微量营养素，像是维生素和矿物质等等，对保持正常的健康身体机能运作和精神情绪稳定的效果，比加工食品强非常非常多。通常建议是原型食物最好占一天总热量的60%到80%以上，越多越好。而剩下的20%到40%的热量可以随意挑自己想吃的东西去吃。第2，慢慢增加高蛋白质类食物的摄取量，来让身体在减肥时尽量保持住全身的肌肉量，来维持住身体消耗热量的能力。第3，减肥的过程中最好搭配阻力训练来保持甚至增加肌肉量，这样你身体消耗热量的能力就不会因为减肥造成肌肉流失而降低，甚至还会增加。而当你减到目标体重或体脂肪率之后，你恢复你爱吃的东西的频率，你也不容易复胖，甚至还可以吃更多，而且减肥后的身材也会更好看。第4，减肥的时候你需要接受可能多少都要牺牲掉一点你平常爱吃的东西的事实。当你减少热量摄取的时候，可能会有点饥饿感是正常的，但是我建议不要一次减太多热量，让自己会有饿太久、精神情绪被严重影响的情况。如果你发觉有这种情况，你可以加回一点你减掉食物的量，或是把吃的东西分成比较多餐，或是看看哪些时间你比较会觉得饥饿，然后把进食的时间放在这些你会比较想吃东西的时候。像我通常中午到晚上的时候饥饿感比较强，所以我都会把大部分的热量推到中午到晚上的时间吃。而且我自己觉得早上不吃太多东西的时候，精神和注意力反而可以比较好。另外有时候如果你晚上饿得睡不着的话，你可以喝一点温牛奶或温的无糖豆浆，这些热量比较低但是蛋白质较高的食物，让饥饿感不会那么强，可以睡得比较好。要注意，如果你空腹喝牛奶身体会有问题的话，那就不要选牛奶。第5，
你的体重和身材会因为生活方式的变动而有变化，但是你完全可以照着这个影片里我提到的步骤和建议，随时调整饮食，把体重和身材调整回来。最后，我帮大家总结所有步骤和建议在画面上。其实我在这个影片里说的所有步骤是没有记录和计算热量的简化版弹性饮食方式。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要学会记录热量和营养素。当你学会能用眼睛看一下，就大概知道一份食物有多少热量和营养素的时候，你就可以更随心所欲地调整每个食物的摄取量，随时随地都可以吃自己想吃的食物，又不会怕胖了。那关于如何记录和计算热量和营养素，我以后会有影片详细教大家怎么做。如果看完这个影片，你还有其他的问题，或是执行的时候碰到我没有提到的问题，你随时可以在我的 Instagram 或是 Facebook 专页上发讯息问我，我都会一一的回复。谢谢大家收看，别忘了帮我按个赞和留言，告诉我你的问题和以后想要看到的内容，也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哦。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